在家里有个订了婚的女朋友，我来到了北京，认识了现在的女朋友。圆圆给了我一种不一样的生活，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爱情。说实话，我是不想伤害他们任何一个人的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。错已铸成，我该何去何从？今天跟以往不一样，一个男嘉宾要在这个舞台上先做一个忏悔。我们用掌声请出他，来，掌声有请。小超，32岁，来自辽宁，是烟酒店的老板。来，有请小超。要忏悔什么？我现在有2个女朋友，一个是老家的，订了婚的，但是没有领证；一个是我来了北京之后认识的。我现在和他在北京盘了一个烟酒店，我想在北京继续生活下去，但是家里面父母不同意，要和我断绝关系，我现在不知道我该怎么办。好，挺坦诚，至少他坦诚，今天来寻求解决的方法，对吧？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要请出他在北京的女朋友圆圆，来，有请圆圆。圆圆27岁，是江苏人，来，有请圆圆。欢迎啊！他是烟酒店的老板，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呀？他一开始不是烟酒店的老板，他来我们公司上班，我是保险公司的。他为人比较腼腆，比较诚恳，比较踏实那种，但是他开不了口。虽然我很希望他继续在我们公司跟我一起做我们的团队嘛，但是他没有做下去。我一直觉得他这个人是挺靠谱的一个人，没有那种其他男生的油腔滑调。后来他说想做点小生意，然后我就帮他一起盘了一家烟酒店，我们开起来了。这个帮是说帮他去找，还是也有投资？第一是帮他找，第二我也有投资。他当时拿了5万，我一共拿了8万。啊，你是8万？对。你大股东，你5万，你二股东是吧？我从家里带过来的，原来订婚的钱，然后彩礼是那个以前那个。你们老家是女方给男方送彩礼吗？不是，我送给女方的彩礼，然后她也还给我了。我们呢在家里的时候，这面比较着急嘛，因为年龄也不小了，所以说都急着忙着催着结婚。她是我一个朋友的妹妹，可以说家里的人都比较相中她，就催着订婚了。订婚之后呢，我一想，因为以后要是生活，因为盖房子、结婚呐，需要用很多钱，我就商量和他说，我到那个外面闯一闯，我就来到北京。那个彩礼钱是你们家给人家的钱，他又给你了是吧？对，等于给了5万块钱的彩礼钱，你带着来闯北京了。3万，他自己攒了2万块钱也给我拿了。哦，就一个女孩把她自己攒的2万块钱和你们家给人家的聘礼钱都给了你。对。你什么时候知道他在家乡还订过婚啊？最近才知道，当初是我跟他表白的，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这件事情。如果你当初早点说，我们不会有今天。但是这件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，如果你告诉我有一个明确的态度，你告诉我你选谁，或者是你想怎么样，让我跟你一起面对都可以。他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，我觉得我被骗了，我特恶心，像吃了一个大苍蝇一样，特恶心。小超啊，刚才听你那个话里话外的意思，有点父母之命的意思是吧？你跟那个女孩谈过恋爱吗？家乡订婚的那个？我觉得我现在我喜欢圆圆，我觉得我和她。你告诉我，你跟那个女孩谈过恋爱没有？我们以前那都不叫谈恋爱，她经常和她哥哥在一起，我和她哥哥是好朋友，然后我们也经常见面。她给她哥洗衣服的时候也给我洗，然后我觉得也挺贤惠的。我也没想那么多，当时没跟他谈过恋爱是吗？对。你们俩订婚几年了？2年吧，也就。你带着这些钱来了，他怎么生活呢？他在家里面就是经常有的时候到我家里头去照顾我父母啊，就是在家里面自己生活。叫小燕儿对吧？对。接下来让我们请出小燕儿，来有请。小燕26岁，来自辽宁无业，来有请小燕。订婚2年了，对。当时给了他5万块钱是吧？当时就是在老家农村那边也没有太多的钱嘛，所以就是差不多他把他家所有的积蓄都给我了。哦，
然后你又给了他。对，因为我就想让他在外面挣到钱之后回来再好好照顾我。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在外面又开始了一段爱情？他当初就是说来北京的时候，我就是打算跟他一起过来的，但是就是他父母还有他奶奶就是身体不好，我就决定在家先照顾他。当初他跟我承诺，如果要是他在北京混好了，他会给我接过来一起生活。在那期间，我就想来承认啊，我是对不起小燕，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心里头只是有缘。但是你当初不是这么说的。来了北京之后，人帮了我那么多，那你他没帮跟我在一起你是因为我能帮你是吗？仅仅是因为我可以利用是吗？不是，刚来北京的时候，我可以这么说，只有你这么一个朋友，因为我刚到保险公司，你帮我这帮我那的，我不会打电话，但是我帮你完全是因为我觉得你人好，对你有好感，我没有要求回报。那我就没对你付出吗？你在外面拼事业，我在家给你照顾父母，照顾奶奶。奶奶有病住院，我都不敢给你打电话，我就怕耽误你的工作。那我呢？你知道我是怎么把那8万块钱凑齐的吗？我跟我爸借了6万，那是我爸养老的钱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跟他说我在北京处了一对象，我们俩要一起创业，他才把钱给我的。我跑断腿磨破了嘴，我倒了所有的人际关系，我们才把那个店开起来的。你现在是我帮你们突然冒出一个。不是圆，我真的我就是爱的是你的，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对别的女人做过什么事儿。你这么说话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但是我觉得我真的我们之间没有爱情。在你们那儿的习俗里面，订婚是不是就意味着基本上就算定下来了？老一辈的观点就是说，摆了酒席，双方父母都同意的话，就算结婚了。就算结婚了。那你们摆了酒席了吗？摆了。那就说不仅仅是订婚，也就是说在乡亲们的概念当中，你们俩算结婚了是吧？我们俩已经是有夫妻有夫妻，就那差不多就没领证。就是其他的你们都履行了，除了没有领结婚证之外。对。那你是怎么知道有个他的呀？就刚去北京那段时间，就几乎天天给家打电话，不打电话也会发一些短信，问我过得好不好，父母怎么样。但是后来我就发现联系少了。那你现在知道了这个事儿，你打算怎么做？现在的想法，我就想让他跟我回家，因为他不跟我回家，我都不知道，我都没脸回去了。因为我现在名义上就是他的妻子，我回去的话，如果我自己回去，我不知道我以后该怎么生活，谁还敢娶我？你觉得最好的结局是他能回头跟你回家是吧？是。那些钱呀、店什么你还要吗？我不要了，从头开始。只要他跟你回去就行。那些钱都是我跟他一起打拼奋斗的。我跟他说了这件事情发生之后，我不要了。姑娘，不是说你要不要，圆圆你什么意思？根本就不属于他。圆圆你是怎么想的？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跟要他一个明确的表态，他从来都没有。这件事情让我特别寒心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做？我还是我的观点，这个店所有的人脉关系，包括经营，都在我这里。那意思就是你不可能从我这里拿到什么东西。我只想让你跟我回去，这些我都不在乎。听明白了，就是如果他跟你分开的话，这店他1毛钱也拿不走，对吧？是吗？那好了，你现在也知道这个事儿，如果他选择跟你在一起，这个男人你还要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特别纠结。我是真的爱圆圆，我们两个在一起经历的事很多。那你怎么跟他交代呢？真的，你说你跟他在一起你很开心，但是你不觉得过日子就应该平平淡淡吗？你们俩能好多久啊？只有我能给你过日子。我在家照顾你的爸妈，照顾奶奶。我觉得你这么做对得起你爸妈。我们不说圆圆，我们先说他怎么办。和我在家里的东西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你现在这个态度，那你当初为什么要答应办这个酒席啊？就你先把他解决。我知道是我错了。我现在可以理解你，我现在可以理解你，就是因为来北京之后见的东西多了，你觉得新鲜，我可以理解你。我就是想让你跟我回去。错了吗？
我错了，我知道，他们两个我都对不起，因为我不应该把这事瞒下来，因为当时我刚来北京，也没有朋友嘛，就是认识的圆圆，认识圆圆之后，他对我挺好的。不是，你可以跟他合伙开店，你如果你大明大白的告诉他，你家里还有一个订婚的女朋友，你告诉人家，为什么不告诉呢？但是就是因为刚开店的时候嘛，他忙前忙后的，都是他把这个事儿做成的，所以说我那天就请他吃了一个饭。我穿着一个高跟鞋，天天跑来跑去，我脚都磨肿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不是你愿意吗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呀？我现在成了他们所有口中的小三，我是吗？我知道这件事吗？我们说好的要见父母，要结婚的，我都没有见过他们，他们都已经对我有敌意了，他们就已经开始排斥我，我成了。那你为什么还站在这里？我凭什么不能站在这里？承认我该上。是他要求我来站这里的。别说是利用了他，但是后来我是真正的爱上他了，我想和他在北京继续生活，因为我有了家的感觉。你这么说，想过我的感受吗？我觉得我们以前那种没有什么爱。我跟你说，是该有人好好的骂骂你。来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特别讨厌这种局面，也讨厌评论这种关系。从一个地方到了另外一个地方，他有了新的情感遭遇，连小超自己也知道自己做最不对的地方就是隐瞒，对吧？我不应该隐瞒他们任何一个人。怎么解决？你自己觉得怎么解决？我现在真的不知道。你不知道谁知道啊？两个女人站在这儿为你而吵架，谁都获得不了幸福，谁都不快乐。其实他们俩都没错，这俩姑娘挺可怜的，两个人都很无辜，一心对她好，谁都不想碰到一个混蛋，但是又爱上了，那怎么办啊？你们俩之间别吵了，你们俩之间的争特别没意义。你们为什么而争呢？自己都没犯错，为了一个犯了错的人去争，你不把自己搁进去了吗？你打算怎么办？你不能这么拖着吧，两头耗。我的想法就是跟圆圆以后继续在北京生活啊，然后但是我家里头我父母要跟我断绝关系，我就觉得挺牵挂我父母的。所以你现在的担心的，第一，能不能跟小燕成功分手，跟圆圆在一起，对吧？对。第二，你的父母能不能原谅你？你还能回到你们村，还能不能抬起头来做人，对吧？对。小燕，你听到了？在你的这个老公的心目里，处理这件事情，你不算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对象。这样的男人，就算你什么都不要，只要他的人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他的心根本就不在你这儿，他都没把你计算在内。你最关心第一，圆圆会不会不要你？第二，你父母能不能原谅你？没有。小燕是肯定不能在一起的，对不对？我就是觉得可以吗？真的，你别唧唧歪歪的，可以吗？很对不起他，你别说这些没用，你可以跟他说1000个、10000个对不起，但是对不起小燕，以后你跟他没关系。关系还有一点，债权和债务的关系。哦，对，还有钱的事儿。我为什么说这种情况我觉得特别恶心呢？不知道哪儿好的一个人，因为他做了劈叉的行为，他还面临着我选谁的骄傲，因为我的无耻，我倒成了香饽饽。你说这是一个多让人恶心的事儿啊！骗人的男人可恶，出轨的男人可恨。骗人出轨之后还突然告诉大家我知道什么是爱情了，真是不要脸的人渣。在你心目当中没有爱情，只有利益，你现在纠结什么呀？纠结到底是选小燕利益最大，还是选圆圆利益最大？你这边既想得到现在在北京的一个发展，又担心后面的家庭会对你责备，还纠结什么呀？你心中已经有答案了，你就是选择那个能带给你来利益最大化的那个所谓的爱人，这就是你的爱情。所以第一，我想跟小燕说几句话：败给利益的爱情不值得悼念，它就像你身上长了一个恶疮，你会一直疼，但是如果你狠下心来能够把它挖去，虽然暂时的痛彻心扉，但是今后你一定不会再疼。放弃这个不要脸的人，但是放弃之前一定要夺回自己的付出。你借给他多少钱，该多少拿回多少，
你跟他的父母一定要说清楚，你为什么选择了离开，让他去面对良心以及亲人的谴责嘛。这是你现在应该去做的。圆圆，我跟你说一句话，不要以为他选择你就是你赢得了这场爱情的战役，你没有。仅仅是因为你代表在2个女人当中，你是最大的利益化的那个人，有能带给他利益化更大的女人出现，你就是下一个小燕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这件事没有被戳穿，你准备瞒到什么时候？说实话，我自从认识了圆圆和圆圆在一起之后，你准备瞒到什么时候？你肯定想过这事儿迟早要戳穿。我觉得时间长了，可能小燕就会淡了，就不和我联系了。这是你的真实想法。对。为什么不能够先来后到？为什么不能跟前一段结束了再开始另一段？你最可恶在这一点。为什么你不能跟小燕坦坦白白的说清楚，再开始你在北京的恋情？这是你最可恶的。我刚才问你，我说你准备瞒到什么时候？你说小燕可能慢慢的因为距离的原因，他就会淡了。这真是自己心里有什么，就把别人也想成什么。你以为他跟你一样薄情寡义啊？如果他是个薄情寡义的人，他会把所有的钱都给了你，让你去北京创业，然后还在家里照顾你的父母吗？他如果是个薄情寡义的人，万不会这么做。两头都瞒着，这需要多么狠的心呢？你为什么瞒着？是因为你这头要个保姆，这头又要一个情人，这是你最自私的一点。跟对方在一起已经有了婚姻了，有了感情了，难道没有一份责任吗？人还是要有点责任心的。好吧，我们就除去责任心不说，我们就说人应该真实的寻求自己所爱。我现在心里喜欢圆圆，我就应该跟圆圆在一起。那我想问，当你遇上一段所谓的真爱的时候，到底哪个才是真爱呢？从我的眼中看来，圆圆在乎于你和钱之间，她更在乎于钱，而那个女孩，那个小燕在乎于你大过于钱。那到底哪个是真爱？这2个女人到底谁更在乎你呢？你自己应该心里清楚。最后我再想根据2个女人来说一点事儿。徐总刚才也已经说出来，小燕是你的未来，你在北京给了她一个家，你教会了她很多，你让她安定了下来，她愿意跟你在一起，因为她跟你在一起，她觉得很踏实，也很有温暖，而且不断的可以汲取营养和知识。想象一下，如果在将来的生活过程当中，同样有另外一个女人能够给予她这些，可以给她更好的生活，可以给她更好的工作，那圆圆你是什么呢？你就是小燕。其实坦率的来说，圆圆我倒不担心，因为圆圆是一个很清楚的女人，她很清楚我就是要钱，1分钱都甭想拿走，反正有了钱我也不亏。我担心的是小燕，小燕那么义无反顾的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这个男人。我真正担心的是这个女人，因为她太容易吃亏了。但是小燕，你已经很清楚，如果说今天她分手不是如果，是一定应该分手。你不要后悔这么多年照顾她的父母，你也不要后悔曾经在这个男人身上放过真心，你曾经真挚的热爱，也尊重过2位老人，这是你的品德。如果你遵从着你这种品德和做人的原则，我相信一定会有真正爱你的男人出现。而针对于圆圆来说，现实的你还是应该现实的生活。你能在北京打下一番天地，可能也是洞穿了人间世事的一些事。所以这样的男人你更应该看清。我们现在的节目叫《爱情保卫战》。这个爱情就别保卫了。就毁灭吧。我们这个节目起名还特别说一下，它其实是有个定语的，保卫真正的爱情。如果不是，我们当然不保卫。小燕儿，我真心的劝你放弃他，因为放弃他也就是放开你自己，你会拥有你自己美好的人生。我相信你会找到比他更好的男生，这个男人不值得你爱。这种男人你还要吗？你先告诉我。不要了不要了。我就帮他谈，反正满足了你的要求了吗？你欠人5万块钱，你还不还？
还。什么时候还？攒够了我一定会还。不，你打一借条吧。我们法治社会讲法治，打一借条。除了这5万块钱之外，这2年这个女孩对于你父母的照顾这些，你就看你的情分，你准备怎么去跟人家说声对不起？就是他想怎么办吗？你想怎么办？人家姑娘好，人家没要求。我想，如果说要是钱能解决事儿，我不给你提钱，我觉得提钱特恶心。我照顾爸妈，我愿意了，我自认了。好，我们跟人一比啊，这是不能比。于老师，你该干活了。真正要帮助的人是这样的人。对，一定要帮他找一个好男生。一定会的。先拿到你应该拿的，先走出来，然后再通过我们的网站，寻找你的真爱，我送你服务，1年的钻石会员。我相信以你这种真心，一定会得到你的幸福。去跟曲总握个手，达成那个协议吧。谢谢你大佬，谢谢。包在我身上，你是一个好姑娘。不是你给人找一个好男人，必须的啊！别哭，应该笑，笑着找你的幸福。怎么着？你们俩表白吧，你们俩做选择吧。圆圆想说就说，不想说就听。我们看最后的结果，来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咱们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了，你记得你那次过生日，然后我买了一束花，然后我又写了一遍情书，写了3、4遍。我因为好久也没写东西了，我真的从来都没对其他的女孩这样过。我知道我是真心的喜欢你的，所以说我想和你继续生活。我和你相处这么长时间了，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你最明白了。我一点都不明白。我觉得以前我是最聪明的人，因为我见惯了这些油嘴滑舌的人。我在这个大城市里也拼搏了很久，我就是喜欢你的傻，我就觉得你傻，你实在，我能玩得过你。没想到我最傻，自认为聪明的人是天底下最傻的人。对，我是很现实，我就是经历了太多你们这种人，我不现实行吗？你的钱我会还给你的，你放心吧。再见了。来，请亮灯。说吧，别想断了才